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必然点评：赵丽颖是西林，勇敢且具批判精神。赵丽颖这次造型绝了，大卷发配短发，居然演出了民国女作家的双面人生。刷到赵丽颖工作室的新视频，直接被2张海报戳中，一张是巨大钢笔在纸面画出裂痕，她踩着墨痕往前走；另一张更绝，上半张是波浪卷发，带珍珠的交际花。下半张是利落短发，握钢笔的执笔人。美工组这波赢麻了，把双面西林的反差感玩明白了。双面西林，反差感拉满。北电老师必然的点评更有意思。他说西林的前卫是艺术化夸张，人前他裹着华丽旗袍，卷发散着香水味，活脱脱就上海社交场的白月光。可关上门，他扯掉发夹，短发根根精神。指尖夹着烟在稿纸上狂写，红指甲在烟雾里像团小火焰。这哪是换装，分明是卸下伪装，露出先锋作家的棱角。双引号。说实话，我第一次在点映看到短发西林时，差点没认出来。昏黄台灯下，他叼着烟翻卷宗，钢笔尖戳得纸页沙沙响，哪还有半分宴会上的柔媚？可等他转场到舞会，又能笑着端起酒杯，用软乎乎的语气说出扎心话：你怎么看我？我不在意。那一刻突然懂了，这姑娘的勇敢不是硬刚，是用最温柔的刀割开时代的伤疤。陈导夸她，这哪是演，根本是2个人。陈可辛导演在采访里说得更直白：我让2个西林都抽烟，但监视器里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没叫过他怎么演，可镜头里就是对的。大卷发时他眼尾挑着，烟圈吐得慵懒；短发时烟灰抖得利落，笔尖戳纸的力度都带着火气。这是演员的天赋。导演笑，第2部西林还有更精彩的戏，等着吧。双引号。点映时前排大姐边擦眼泪边说，这姑娘演得太真了。尤其法庭那段，她举着詹州市的证词，原声台词带着民国文人的铿锵，笔是刀，字是血，今天我替他写，明天你们替自己写。我后排一哥们儿当场拍大腿，这哪是赵丽颖，这就是1940年代站出来的女先生。双引号。从兔子警官到西林小姐，赵丽颖的戏路宽的离谱。记得她拍《疯狂动物城》宣传时，手机壳还是朱迪警官，转头进组就成了抽烟写稿的民国作家。网友翻出当时的片场照，她穿着金丝绒旗袍和人对台词，明明打扮得像朵红玫瑰，偏生皱着眉头较真。这句替她发声是不是该再沉点？那股子认真劲，导和朱迪追案时的直着有几分像。赵丽颖存货告急了。话说回来，颖宝去年几乎连轴转，现在待播的只有造成者了。剧粉一边催他休息，一边扒着日历等李秋平镇长上线。毕竟从村花到作家再到镇长，他总在挑战新身份。有网友调侃，他这哪是演员，分明是体验派人生玩家。双引号。最后想唠叨2句，现在演艺圈换头是演技不少，但像赵丽颖这样靠细节和情绪把角色活出来的真不多。大卷发是伪装，短发是本真。宴会周旋是策略，执笔发声是信念。西林小姐的双面，何尝不是每个想在时代里做点什么的人的缩影？在酱园弄悬案中，赵丽颖饰演的西林一角，堪称她从影以来最具突破性、层次感最丰富的角色之一。她以一头波浪大卷和干练短发，精准呈现了民国时期女性作家的双面人生，既是社交场上的白月光，也是在昏黄灯光下执笔发声的先锋女性。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必然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他指出，赵丽颖的演绎打破了传统的换装式演技，而是通过细节与情绪的转化，真正把角色活了出来。当西林穿着旗袍，端着香槟杯出现在舞会中时，她轻语中藏着锋芒；而当她卸下华丽伪装，披上短发，叼着烟卷，伏案疾书时，又焕发出新时代女性的坚韧与锋利。这种反差，
正是角色魅力所在，也是赵丽颖表演功力的体现。导演陈可辛也坦言，赵丽颖的双面西林根本像两个不同的人，无论是眼神、语调，还是一个抖烟灰的动作，一笔落纸的力度，都显示出她对人物的深入理解与精准把控。这不是简单的演戏，而是角色与演员的灵魂契合。尤其是在法庭那一幕，当他举起詹周氏的证词，声如洪钟地说出笔是刀，字是血时，很多观众泪洒当场。她不再是那个甜美可人的偶像剧女主，而是一个为女性发声，用文字对抗时代的女先生。从村花到作家，再到即将上线的造成者中饰演镇长李秋平，赵丽颖用一次次角色挑战证明，真正的演员不应被流量定义，而应以作品说话。她不靠噱头博眼球，也不沉迷于人设营销，而是用最朴素的敬业精神和扎实的演技，一步步赢得观众和业内的认可。如今的娱乐圈不乏换脸、滤镜和浮夸表演，但像赵丽颖这样通过细腻情感传达角色灵魂的演员，实属难得。她用白月光与执笔人的双面诠释告诉我们，女性不仅可以温柔，也可以锋利，不仅能适应环境，更能改变环境。这才是真正的力量。你呢？看完点映的西林小姐，最戳你的是哪一面？是舞会上的白月光，还是台灯下的执笔人？事实证明，不拍戏就消失的王一博，早已走上另一条大道。当追风者在泰州电视台进行第95轮复播时，当大众还在热议王一博怎么没拍新戏时，殊不知他早已走上另一条大道。童年时期的王一博便展现出对世界的强烈探索欲。当同龄人还在沉迷动画时，他已被电视里街舞明星的炸裂舞姿吸引，主动央求父母报班学习爵士舞。这颗被舞蹈点燃的种子，日后成为他叩开偶像之门的钥匙。2014年，王一博以 UNIQ 组合成员身份出道，舞台成为他释放能量的第一战场。作为团队中的主舞担当，他将童年积累的舞蹈功底转化为 Fire 中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力。彼时的他虽以流量身份闯入大众视野，却早早显露与众不同的特质。别人追逐曝光时，他躲在练习室打磨舞步。这种用作品说话的执拗，让他在逐渐沉淀出不可替代的专业标签。可单一领域的成功并未使他满足，他开始涉足更多领域。2019年，王一博加入万里达雅马哈车队，成为职业赛车手。为了提升自己的赛车技术，他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训练。首战亚洲公路摩托车赛便斩获 D 组新秀组第一、混合组全场第二的亮眼成绩。与此同时，他也开启了在影视领域的探索。早年街舞训练中对身体控制力的极致追求，让他在面对镜头时天然具备肢体叙事能力。这种能力在《陈情岭蓝忘机》的打戏中首次显现，挥剑时手腕的精准力度与转身时异媚的流动轨迹，皆源自舞者对身体语言的解构习惯。而轮滑运动中培养的空间感知力，更让他在风起洛阳的高难度打戏里，能快速找到镜头与武术的非常加配合点。赛车场上的专注力则成为他塑造复杂角色的秘密武器。作为职业赛车手，他深谙在高速运转中保持冷静的心理法则，这种特质被迁移到冰与火、陈宇的卧底戏份中。当角色需要在毒贩窝点压抑情绪时，他通过控制瞳孔微颤的频率、喉结滚动的节奏，将隐忍具象未可感知的生理反应。到了追风者，他对探索欲的极致践行更显惊人。为贴近1930年代知识分子的气质，他翻遍资料研究彼时文人的握笔姿势，设计出为若来指尖内扣的书卷气武术。这份将爱好融铸成专业的执拗，在电影领域更现锋芒。无名里，他将轮滑训练中形成的身体平衡感融入地下工作者的姿态控制，用步履节奏的微颤传递潜伏者的神境质感。长空之王中，
他将赛车时的失重体验转化为试飞员面对失速时的身体记忆。维和防暴队里3个月战术训练让他持枪的肌肉记忆与中国维和部队的标准武术高度重合。当其他艺人还在谨慎选择安全角色时，他早已带着从街舞赛场、赛车跑道上积累的跨界经验，在每个影视角色中完成一次自我颠覆。那些曾在轮滑中学会的平衡术，非常中化做镜头前拿捏角色分寸的黄金比例尺，那些在赛车中领悟的极限突破法则，化作拆解角色心理的密钥，让每个看似跳跃的跨界选择，都在探索及深耕的逻辑里落地生根。当人们还在期待他的下一部影视作品时，王一博早已在更广阔的领域开启新的探索。2024年，王一博做了一个让行业意外的选择，他联合 Discovery 发起纪实系列探索心境。他在采访中说：“生命只有一次，我想要活得有趣一些。”在雪山攀登、雨林穿越的无脚本镜头里，他以素颜出镜，直面高反呕吐的真实状态，颠覆了偶像应当完美的刻板印象。作为攀岩新手，他在暴雨中完成 5.10A 级手攀，获中国首张手攀红点证书。这些挑战极限的镜头不仅让节目斩获泰利奖纪录片金奖，更让探索精神成为他的个人 IP。第2季穿越美洲更邀请徒手攀岩导演加盟，在优胜美的球场岩上演专业级挑战。当他在镜头前说出疼痛会在登顶瞬间消失时，观众看到的不再是明星，而是一个用身体丈量世界的冒险者。这种对真实的执着，也悄然改写着他的创作维度。探险旅程为王一博的音乐注入了更厚重的底色。2024年万物可爱里，他将雨林探险时采集的溪流声融入旋律，用治愈的和弦重构自然与人文的对话。这首歌不仅被中国音乐家协会评为2024年度优秀推选歌曲，还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多次作为自然风光、人文纪实类视频配乐。2025年央妈春晚，他与萧敬腾合作演唱《我可以》。当跨越山海的歌词配合高速说唱炸响舞台时，没人听不出那节奏里藏着赛车换挡的利落感。就像他在 GTSC 珠海站夺冠时的弯道超越，每一个 flow 的切换都精准如赛道走线。曲中突破极限的成长共鸣，是他作为职业赛车手在遇战中学会的韧性，也是攀岩新手在暴雨里完成 5.10A 手攀的倔强。54青年节发布的青春探路者中，路不蹉跎就大声唱歌的歌词，灵感源自探索心境中高反呕吐却拒绝下撤的时刻。当镜头记录他在西藏攀冰时冻红的指尖，他却把那份对热爱及舒适区的感悟写进旋律，让这首歌成为中学课间操歌单里的奋斗号角。2025年6月，亚洲流行音乐大奖官方微博发布非常新一期周榜 Top 时，他的作品《愿爱》入围。《愿爱》用旷野般的编曲包裹着雨林探险时的虫鸣采样，副歌部分的气声处理，恰似他在 Discovery 镜头前说疼痛会在登顶消失时的喘息节奏。从偶像歌手的声色表演，到用生命体验谱曲的音乐人，他的每首歌都在证明，那些在赛道、山野里吃过的苦，非常中都化作了音乐里的光。即便王一博不拍戏时消失在大众视野，却在更广阔的天地中熠熠生辉。他被粉丝称为干一行行一行的典范。从银幕到山野，从舞台到赛道，他把每一次跨界都当作深耕的开始，用专注将热爱打磨成实实在在的专业高度。他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对每一件事的热爱与专注，以及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曾几何时，我们习惯了用有没有新剧来衡量一个演员的存在感，而王一博却用一种全新的方式颠覆了这一传统认知。他不拍戏，却未曾真正消失，而是悄然转向更辽阔的天地，开启了属于他自己的探索之路。从 UNIQ 的主舞、荧幕上的蓝忘机，到赛车场上的风驰电掣，
再到 Discovery 镜头前的素颜攀岩者，王一博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偶像的单一标签。他以舞者的身体感知力、赛车手的专注力、演员的情绪掌控力，将每一次跨界都变成了一次深耕。他不追热度，却在专业中铸就热度；不刻意营业，却始终走在聚光灯之外的最前端。纪录片探索心境，或许是他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转向。在没有剧本的雪山与雨林中，王一博展现了最真实的自己，不完美却坚韧，不耀眼却有光。他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呕吐，却坚持登顶；在暴雨的岩壁上手脚并用，只为完成一次首次手攀。这些画面不仅感动人心，更让人重新理解了艺人这个词的含义。不仅仅是舞台上的发光体，更是用行动书写精神力量的探索者。更令人惊喜的是，他将这份探索精神注入到了音乐创作之中。愿爱中融入雨林虫鸣的采样，万物可爱中溪流与心跳的节奏交织，都让人听见了自然与人心的共鸣。他不再是那个靠舞台灯光点亮的少年，而是一个以生命体验为底色的创作者。有人说，王一博消失了，但其实他从未离开，而是悄悄走进了更远的山海。他用极致的专注诠释热爱，用跨界的勇气开拓艺术的新可能。他的成功从不靠喧嚣，而是源自对每一份选择的尊重和坚持。在这个追逐流量与热搜的时代，王一博如逆风而行的远行者，提醒我们，真正的光芒不在于曝光，而在于内在的丰盈与不断探索的勇气。也许，这正是新时代青年最值得学习的模样。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